黄土高原也有变绿的一天。世界上面积最大的黄土沉积区攒了几百万年的黄土，如今中国人花了40年竟然种满了树。这里是知识天梯。黄土高原如今正在以每年0.37%的增速逐渐变绿，这一稳定的植被增长趋势从1982年开始持续至今。如今黄土高原上的植被覆盖率已经超过60%。这样坚持种树40年，改造了那么大一片大自然，我们国家到底是图什么呢？根据地质学家的考察研究，黄土高原地区黄土状沉积物的堆积最早开始于240万年前，而且时至今日，这一过程还在持续中。也就是说，秦始皇出生时黄土高原就存在，但那时候区域内的植被覆盖是存在的。现在的研究发现，远在西周时期，黄土高原边缘区域的平原地带，大量的森林资源和植被存在，其覆盖率达到了53%。由于人口逐步增长，耕地逐步取代了草地和森林，而且烹煮、造房、取暖等活动都需要木材，植被面积开始持续减少。从东周开始到南北朝时期，黄土高原地区的植被覆盖率逐步下降到了40%左右。南北朝开始到宋代，植被的覆盖率又下降了约10%。明朝以后，随着人口更大规模的增长，耕地的需求也越来越旺盛，而黄土高原地区的植被也进一步萎缩到15%的水平。到了民国时期，大量人口由于躲避战乱，进入黄土高原沟壑纵横的腹地，砍伐林木开荒，这让仅剩的植被资源进一步萎缩。在新中国成立前后，这一地区的植被覆盖率只剩下6.1%。正是由于从数千年前，黄土高原的植被就在减少，由此被冲入河道里的黄土泥沙也就越来越多。但是现在事情发生了改变，黄河会变清澈吗？原始人见过黄河的水可能是清澈的，但由于黄土高原地区的基本地质构造就是如此，所以哪怕植被覆盖率很高，也会有泥沙被冲入到黄河。因此当文明开启后，人类看到的黄河水应该就是黄颜色的了。黄河里90%以上的泥沙都出自黄土高原，而且随着不同时期植被的变化，被冲入河中的泥沙量也有所不同。大约在1000年以前，每年冲入河中的泥沙量为2亿吨，随着人口增多，植被减少，泥沙量也逐步增加到了6到10亿吨。到19世纪，每年冲入河中的泥沙量已达到惊人的16亿吨。泥沙不断堆积，才导致2000多年来黄河中下游地区洪水不断泛滥。隋唐之前，黄河每100年泛滥的次数在10次左右，差不多每10年泛滥1次。宋朝以后，洪水泛滥的次数陡增到每100年53次左右。从明朝到新中国成立之前，这一数字又达到120次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治理黄河首先就是从恢复黄土高原地区的植被开始。由于黄土高原覆盖的地域面积广大，涉及到西北地区的多个省份，因此多年来的治理需要协同发力，一并推进。比如甘肃，黄土高原地区的造林面积为248万公顷，植被的覆盖率为18.6%。陕西地区的植被覆盖为32.74%，山西地区为27.8%。随着林草资源重新增多，区域内的生态环境明显好转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里刚开始为了治理栽种了大量树木，后来因为种植面积大，导致了新的生态问题。于是当植被达到一定规模后，人工栽种的面积不再扩大，而且除了栽种以外，对于已经长成的树木也开始进行合理砍伐。所以从恢复植被这件事就不难看出，治理黄土高原地区的生态环境是一个复杂而庞大的系统工程，不是单纯的栽树就行。而且除了栽树之外，多年来黄土高原地区水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同样也遵循着科学的方法。黄土高原地区是典型的大陆性季风气候，降雨主要集中在每年的夏秋季节。降雨的特点是从东南地区向西北逐渐减少。除了降雨量不均衡之外，由于沟壑纵横的地质条件，每年的极端降雨还会带来部分区域的洪涝灾害。
所以要在这里建设水库，就必须要充分了解土壤侵蚀和侵蚀地貌的情况，尤其是在沟壑区域内，用水量和流量的比值关系要研究透彻。这同样是一项需要综合治理和改善的工程。植被恢复了，水资源的利用也能得到保证。要保持黄土高原地区生态环境逐步改善的局面，还有最后一个关键因素，那就是农民。上世纪60年代，地理学家谭其骧对黄河泛滥的研究中曾提出一个观点：黄土高原地区农业人口比例的多少会直接影响黄河泛滥的次数。按照他的观点，从东汉末到唐朝这一区间内，黄河之所以没有大规模的泛滥，是因为黄土高原地区农业人口不存在了。此时这一区域是游牧民族的天下，由于游牧民族以畜牧业为主，不大规模砍伐森林，水土流失的情况就减少了。不过，当年这一观点提出后，另外一些学者并不认可。有些学者认为，黄河泛滥次数的多少跟黄土高原地区人口种类和职业的变化没关系。黄河之所以有时候泛滥次数多，有时候少，完全是人类治理与否的结果。时至今日，上述两种观点看起来都没错，因为对黄土高原以及黄河的治理是一个综合性的情况，单一的因素不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多年来对黄土高原和黄河的治理才会见到成效。前者植被覆盖率增加到了 63%， 后者再没有出现过洪水泛滥。虽然治理见到了成效，但人类活动因素的影响依然存在，尤其是黄土高原地区的农业人口。未来的农业耕种方式如果不进行科学化的转变，当地的生态环境也会反复。关于这一点，目前黄土高原地区农业人口的结构已经在逐步调整。传统的农业模式是谋生型，即完全不顾土地的承载能力。如今随着城镇化的开启，一部分农民被吸引进城，而另一部分农民则向职业化的方向转变。这样，本区域内的农业人口规模会下降，而职业化和现代化的农业发展模式又能最大程度地不破坏生态。说到底，人类活动会影响生态环境的改变，最关键的要素是要做到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，不去打破生态的平衡，极端的生态灾难也就不会出现。2020年，相关的研究发现，黄土高原地区植被的增长对某些极端气候的相应存在一定的滞后性。也就是说，现在随着黄土高原逐渐变绿，未来对整个生态环境有怎样的影响还看不出来。但无论如何，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被遏制住了，黄河的泛滥也没有了，这就意味着整体的生态环境达到了微妙的平衡。未来要做的就是不要将平衡再打破。知识天梯，专注你不知道的食物科普，我们下期再见。